他奶奶的，臭宝，你听说过一句话吗？自古红颜多薄命，莫怨东风当自嗟。今天这个被害人绝对是臭宝你见过最天真加异想天开的一个。他为了能一夜暴富，竟相信网上冒充日本土豪的一句话，愿得一人心，散尽千金求包养。不成想，就当她刚向闺蜜炫耀1个月能有好几万后，就被凶手大卸成了8块，并埋进了土坑。好了，臭宝，时间到了，赶快艾特你那整天傻里傻气不听劝还想一夜暴富的闺蜜过来观看，晚了她就完蛋了。跟着菜鸟来探案，人人都是大侦探。时间2012年11月20日，地点山东省莱州市。这天，当地警局接到了一起报警电话，电话那头说自己的女儿小玲失踪了。他们寻找了半个月也没找到女儿的踪迹，迫于无奈，他才选择报警求助。经了解，小玲芳龄25，是家中的独生女，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烟台务工。那么小玲是去了哪里？她究竟是离家出走了，还是遭遇了什么不测？当民警问起家人小玲在烟台哪里工作，做的是什么工作的时候，一家人都说不清也不知道。小玲失踪前几天和他们通过电话，在电话中，小玲告诉家人说第2天要回家拿户口本办理去往日本的手续。可家人等了小玲1天也没见到小玲回家。当晚他们就和小玲拨去了电话询问情况，但电话那头传来嘟嘟嘟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之后就与小玲就失去了联系。目前警方掌握的线索只有一条，那就是小玲要出国去日本。那么小玲从没有出过国，也不懂日语，出国也并非易事。她出国的有人帮她办理手续，那么帮她办理手续的人是谁？她是否又知道小玲的下落呢？警方对小玲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后，得知小玲交往了一个有家室的男朋友。小玲的父母得知小玲爱上了一个有家室的人后，当时就遭到了父母的反对。可小玲是不管不顾，只相信童话故事里的爱情故事。经了解，小玲的男友叫刘强，是一家公司里的高管，比小玲年龄大不到20岁。后经过调查，警方得知小玲失踪的当天和刘强见过面。随后民警就找到了刘强了解情况。据刘强讲述，他当天是和小玲见过面。小玲在烟台一家广告公司工作，当天小玲只是在他那里拿点东西就走了，两人没有过多交流，只是相互寒暄了几句。小玲临走时说回烟台的工作单位，至于她去了哪里，为什么失踪，她是一概不知。小玲回烟台的当天迟迟没向刘强报平安，刘强就试着给小玲打去了电话，但那个时候小玲的电话就处于关机状态了。当时的刘强也非常的担心，于是他不停地拨打小玲的电话，直到后半夜小玲的电话才接通。不过接电话的是一名男子，那么接电话的男子是谁？小玲的电话又怎么会在他的手里呢？为了了解情况，民警当即就来到了小玲的工作单位进行走访。据公司老板讲述，小玲在他们公司只上了1个多月的班，他和小玲没有过多的交流过，对于小玲的事他也不清楚，只知道小玲和一个叫小琪的女同事关系很好。紧跟着民警就联系到了小琪。当时还下雨，然后是我送他去了车站门口，然后他就走了以后，然后他就没有信儿了。他说他要去招远。去招远干什么？他说他有一个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有钱的男的，这个男的要包养他。据小琪讲，小玲当天去了招远，还是他把小玲送到的车站。根据这一情况，民警立即来到了车站进行调查，但从一名售票员口中了解到，小玲当天确实是在招远下的车，至于下车后去了哪里，他们是不知道。之后民警调查了小玲的通话记录，但当天除了和刘强通话外，再无其他通话记录。那如果小玲去招远不是电话联系，那么小玲肯定是用了什么聊天软件进行的联络。根据这一思路，民警迅速利用技术手段调取了小玲聊天软件里的聊天记录。经过查看，发现小玲的聊天好友中只有一个叫阿呆的是小日本。聊天记录中的阿呆自称是日本富商，毕业于日本稻田学院，手里有钱多的根本就花不完的那种，只想1个月拿出几万块找个中国花姑娘得干活。这个123阿呆啊，他自称是100亿。日本东京大学是一个什么比较知名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啊，是个博士。在两人的聊天记录中，民警还找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，两人不光相约在11月5号当天见面，
两人还各自新办理了一张仅用于两人联系的电话卡。由此看来，阿呆和小玲的失踪是脱不了干系了。很快，民警顺着网线就找到了在家养猪的日本人滕某。据悉，滕某山东莱州当地人，平日里靠养猪为生。面对民警们的询问，滕某也承认和小玲认识，但他就是不承认11月5日当天和小玲见过面。说你没见过那两个打过电话没有？说打过，啊，说打电话干什么？说要钱，认识了以后啊，他问我借钱，啊，借钱一直没还，啊，我就催着问他要钱，而且他还给我发过信息，你看看，哎，就拿出手机来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所说，滕某还专门拿出手机让民警看他和小玲的聊天记录。从短信的内容上看，小玲确实是欠他钱，当天也和他没见过面。短信是在11月5日晚上11点多发出的，难道两人当天真没见过面吗？还是滕某当时控制小玲后，拿着小玲的手机在自导自演呢？但此时警方也知道滕某的嫌疑很大，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小玲的失踪与他有关。为了能获得更多的线索，民警对滕某展开了秘密调查。在调查中得知，滕某在村民口中是个非常阴险的人，并且性格孤僻，不和别人来往，和自己的亲兄弟也不说话，也不孝敬父母。不但如此，滕某之前还多次入狱。经查，滕某之前入狱都是网络聊天，把被害人约出来，然后在吃饭期间偷偷的给对方下迷魂药，待对方晕倒后，他就把被害人身上的财物洗劫一空。碰到长得好看的他，还会顺便发泄一下兽欲。就在这时，负责调查滕某当天活动轨迹的民警传来了好消息，他们在监控中发现了滕某的活动轨迹。画面显示，11月5日下午6点左右，滕某驾驶着自己的越野车，副驾位上坐着失踪的小玲。看上去小玲像是睡着了一样，头部耷拉着。那么滕某为什么说自己当天没见过小玲呢？小玲当天又被滕某带去了哪里呢？不敢多想，民警连夜来到了滕某的养猪场进行勘查。果不其然，民警在养猪场发现了一条手链，和小玲在照片中所佩戴的手链属于同一款。那么小玲的手链为什么会出现在滕某的养猪场呢？随着勘查的继续，民警又在滕某的养猪场里搜到了3部手机，后经过技术分析，3部手机都是小玲的手机。案件到这里，民警已经感觉到小玲8成已经遇害。随后，民警又发现了一瓶安眠药和几张借条，借款人是小玲，总计30多万元。经过笔迹的鉴定，确定借条是小玲亲笔所写。那么小玲年纪轻轻的，她借几十万是干什么用的？看来想要知道答案，只能从滕某口中获悉了。民警连夜将滕某据传了过来。面对审讯，这次滕某承认了当天和小玲见过面，但当天晚上10点多小玲就走了，至于去了哪里，他是不知道。然而滕某对于在其养猪场搜到的手链、手机、借条等物品，他是一声不吭，试图用闭口不答来对抗审讯。最后还是架不住警方的大力审讯，一顿大剂恢复治疗后，滕某乖乖地交代了杀害小玲并分尸的全部过程。据滕某交代，他和小玲在网络上相识，期间小玲向他借了10多万元后，小玲就再也不给他联系了。在他心中，小玲就是在欺负他。有点欺负人了。怎么欺负你？不打钱什么字都没有，再要打他又给我拿钱呢。我不，他不。你后来怎么找到的呢？我通过计算机找的。据滕某所说，小玲不和他联系后，他就在网上乔装成日本富商与小玲取得了联系，以包养小玲为幌子，把小玲骗到招远。见面后，他就把小玲胁迫到车上，先发泄兽欲，然后逼迫小玲写下2张共计30多万元的欠条。那后来既然你已经拿到了欠条，对，那为什么？我下车的时候，他又把钱都藏了。那然后呢？然后我就生气了。按照滕某的说法，是小玲骗了他，他才下了毒手。但对于小玲是否欠他10多万元，我们无从得知，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小玲欠他钱。滕某杀害小玲之后，拿着小玲的手机给自己的手机发送短信，试图营造出他俩没见面的假象。滕某自认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但最终还是难逃法网。年轻漂亮的小玲因为异想天开，还想一夜暴富，结果是白白葬送了性命。
最后在滕某的指认下，警方找到了被埋进土坑中的小玲。好了，臭宝，案件至此水落石出，关机睡觉。